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这次被称乐华台柱子的王一博再次证明他的重要性。乐华在内娱界可是响当当的顶级经纪公司，地位那是稳稳的。但就在这个月的16号，竟然收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。这家公司的王一博啊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就是公司的顶梁柱，扛起了大旗呢。真的没想到，他们居然这么依赖王一博啊！我本来以为大家都能独立点，没想到这么离不开他。这又一次证明了他在圈子里的大哥大地位，真是实力不容小觑啊！谈到如今流量小生的状况，王一博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，领跑整个圈子。不过从去年起，他就变得低调多了，不再那么张扬。有人评价他外表强大，内心却空虚。但其实他只是外表显得坚强，内心可能有些脆弱。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，这只是其中一种观点。深挖一下，发现他才是那种特别明白事理的人，活得很清醒。很多人都是通过《偶像练习生》这档综艺节目开始注意到这个公司的。这个节目让不少人开始关注起这个公司，并了解他们的业务和发展。杜华真大方，一下子就送了7个平民去参加选秀比赛了。乐华妻子，大家可能都听过吧，就是这么个组合。他们挺有名的，大家都认识。最后啊，有3位小伙伴成功踏上了明星之路，真是厉害。但是啊，公司最早能起来，还是得靠韩庚的帮忙呢。现在的他已经是公司的合伙人了，一起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。可能他就是爸妈常说的那种让人羡慕的优秀孩子吧。韩国有家公司在咱们中国选人，那难度简直了，3000个人里选一个，他都能脱颖而出，真厉害。后来啊，他成了第一个在韩国出道的中国人，真是挺厉害的。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打破了各种界限，赢得了大家的认可，真是让人佩服。Super Junior 那时候也是火得一塌糊涂的组合，人气超高。独自闯荡异国他乡，哪是那么简单的事？单打独斗，哪能不遇到点困难？他身体伤病缠身，最后不得不选择解约。一身伤痛让他无法继续，只能结束合同。也趁着这个机会，回到了祖国怀抱。当时好多大公司都抢着向他伸出了橄榄枝，杜华直接亮出了股份这个吸引人的筹码。其实让韩庚更开心的是，公司帮他搞定了在韩国遇到的一些烦心事。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公司竟然成功签下了顶级流量明星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！就这么简单，他们就实现了逆袭，真是厉害。一年一个人能赚8位数，那简直太牛了。你想想，8位数就是千万级别的收入啊，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。这绝对算是成功人士了，不是大老板就是高级白领吧。这种收入，生活品质肯定的高，想买啥买啥，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，简直不要太爽。不过啊，赚钱也得看能力和机遇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牛的。他为公司赚足了发展所需的资金，让公司得以顺利发展。说到经验嘛，肯定少不了那些爱豆们的出道历程，这也是个宝贵的财富啊。杜华确实是个挺聪明的人。现在咱们国内的偶像产业可是个新兴领域，还有大片未开发的蓝海等着咱们去探索呢。他调整了公司的经营策略，决定向偶像团体这个新方向进发。2014年，乐华娱乐重磅推出全新男团 UNIQ， 立马成为瞩目焦点。这个男团在乐华旗下得到了全方位的推广和支持，一时间火遍大江南北。他很大方地为团队造势，从不吝啬自己的力量。真是挺可惜的，这个团队就是没火起来。
说实话，当时的王一博在公司里真的没啥名气，就是个普通的小艺人。2016年，我们公司再度重磅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女团，名字超酷，叫做宇宙少女。很遗憾，这个团队也只是短暂的闪耀了一下，就迅速消失了。孟美岐和吴宣仪凭借创造101再度走红，获得了大量粉丝的喜爱和支持。但前者因为绯闻缠身，搞得自己一身泥；后者就是一直拖着，迟迟不肯拿出作品来。现在，这3位从偶练出道的艺人，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，他们还在努力打拼，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。虽然路还很长，但他们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他们全都积极参加团里的各项活动，每次都热情投入。最近特别火的背景音乐《Good Things》就是这个团队创作的。这首歌真的太受欢迎了，大家都爱听。9% 这个组合可以说是内娱选秀的巅峰代表，他们凭借出色的表现和超高的人气，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，让整个内娱圈都为之疯狂。太可惜了，才短短1年多时间，竟然就解散了。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！范丞丞他们现在正站在人生的关键抉择点上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，到底该唱歌还是演戏呢？这是个问题。咱们来聊聊，看看到底哪个更适合你。你是更喜欢在舞台上放声高歌，还是想在镜头前演绎人生百态呢？这得看你自己对哪个更有兴趣，哪个更能展现你的才华。唱歌，你可以用声音打动人心；演戏，你可以用表演触动人心。总之，选择哪个都得看你自己的心意和实力啦。本以为杜华的偶像梦就这么打水漂了，没想到居然还能有转机。没想到王一博现在竟然这么火，他的人气飙升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哈尔滨旅游业火爆后，各省都使出浑身解数，想分一杯羹，纷纷亮出奇招，吸引游客。大家都想在这个领域里大赚一笔，竞争可激烈了。河南这回可真会玩，竟然还用了美男计这一招，特地邀请了王一博来助力宣传，真是太棒了。网友们听说后，纷纷涌进评论区凑热闹。必须承认，偶像的号召力真的很强大，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小觑，让人不禁为之赞叹。王一博这位白净俊朗的男士，简直就像一朵盛开的白牡丹，一下子就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。他颜值真的很高，可以说是相当出众了。他的舞蹈技巧可是一绝，简直比谁都跳得好，动作流畅自然，看起来就让人赏心悦目。他因为这事儿，学习都受影响了，成绩都下滑了。说实话，他并非专业出身，读书经历也相对较少。不过啊，学历真不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优秀的唯一尺子，能力和这个可不能混为一谈，他们不是同一个概念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只要付出努力，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。他证明了努力的价值，展示了奋斗的力量，真的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成功的可能。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，而是靠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实现的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有梦想，有决心，付出足够的努力，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。我11岁那年就对跳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一下子就爱上了它。13岁时我就参加了全国最牛的街舞大赛，结果一下子就被杜华看中，直接签下了。太幸运了。我16岁时就在韩国以组合的形式出道了。那时候年纪虽小，但充满了梦想和激情，踏上了这条音乐之路。这简历真是让人眼前一亮，太厉害了，真是让人忍不住赞叹。这少年比我们预想的还厉害呢，真的很出色。他13岁那年，同年就戛然而止了。
虽然还小，但那段纯真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我13岁那会儿就离开洛阳，去韩国求学了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来练习生，除了努力训练，别无选择。他必须全力以赴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才能在这个行业里立足。每次说起那段日子，他就简单一句：“真挺想家的。”杜华在节目中谈起了王一博的过去，讲得很详细。除了每天苦练不辍，咱们还得应付各种考核，真是压力山大啊。王一博真不像他这个年纪的人，看上去挺成熟的。他身上那种稳重和成熟，简直让人佩服。好在那个时候，有韩庚这个大师兄在身边，给了我们不少帮助和支持。没名气的那段日子，王一博首次露面是给韩庚当舞伴，他就这样默默地开始了他的舞台生涯。不止如此，他在表演落幕时还特别向观众推荐了这个少年。他知道观众的欢呼是给师兄的，但这份热情还是让他乐了好久，心里美滋滋的。自那以后，他更加刻苦的训练，只为了能重返舞台，再展风采。2年后，他彻底变了样，出色的表现让他顺利加入了 UNIQ 团队，真是厉害。王一博，他就像是年少成名的完美诠释，年少时就崭露头角，一路走到了现在，真是让人佩服。5人组里，他那头银色的头发真是引人注目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洛阳白牡丹这个称号就是这么来的。他身材简直是一流，非常出色。他的条件确实很赞，简直就是天生的偶像胚子，啥都不缺，简直就是完美。不过可惜啊，那时候 EXO 和 BigBang 这些大火的组合都在，竞争确实激烈。他们团队现在看着没啥进步的空间了。王一博并没因此一飞冲天，大红大紫，他还需要继续努力，才能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和喜爱。当天天向上招募小主持人时，他的事业终于有了起色。2016年，为了抓住年轻观众的眼球，节目组可是费了一番心思，特地请来了好多嘉宾。王一博也是其中一员。这17位少年经过了层层考验，终于脱颖而出。王一博舞技特牛，就他被选中了，其他人都被淘汰了。这节目可是芒果台的招牌，深受观众喜爱，有特别强大的粉丝基础。有汪涵等前辈的力挺，观众们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帅气的少年。有些导演觉得王一博的形象真是挺不错的，大家都觉得他的形象很有特色，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所以很多导演都看好他，觉得他能在影视界有更出色的表现。他一下子收到了好多邀请，都是想找他拍戏的。大家都看中了他的演技和人气，纷纷抛出橄榄枝。人间至味是清欢，可是他首次触电的电视剧说实话，他的演技也就算是过得去，只能算是合格吧。说到王一博，有个问题大家一直讨论，他的演技究竟如何？大家对此都有不同看法。拿《陈情令》举例，咱说说这事儿。这部剧超火，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，播放量也超高，简直是大获全胜。由于内容类型的差异，造成了这样的结果。好多男星都婉拒了这部戏，不想演。拿徐海乔举个例子吧，他这个人怎么说呢，就是挺有特点的，像咱们平时说的那种一眼就能记住的那种人。他做事儿也挺有风格的，总是能给人带来点新鲜感。总的来说，徐海乔这个人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存在。比如张彬彬刚演完黎静这个角色，他真不想再演那种高冷话不多的角色了，想换个风格试试。然后我就选择不演了，就这样辞掉了角色。大概连制片人自己都没料到，这个曾经炙手可热的大 IP， 如今却无人问津，
没人愿意接手。其他演员都拒绝后，王一博这才被选上了。他的机会来的真是有点晚啊。说真的，演员红不红有时候还真的看命，能不能火起来的看老天给不给机会。这部剧可是王一博事业的一个大转折呢，让他的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。原著里头的蓝湛啊，他可是个出身名门的世家公子。要说形容啊，我觉得高冷和端庄这两个词儿最合适了，简洁又贴切。剧里的他经常一身白衣亮相，简直就像画里走出来的翩翩公子，形象超级鲜明。虽然蓝湛看起来挺高冷的，但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，嘴上不饶人，心里挺软的。结识了魏无羡后，我们并肩作战，共同追求正义，一起成长进步。肖战演戏很放得开，特张扬，而王一博呢，他就相对低调内敛一些。两人的风格真的不太一样。采访时，王一博提到，这个角色内心戏特别丰富，他的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，才能演好。这种高冷、台词不多的角色确实不好演绎，想表达到位真的挺难。不过说王一博就是那位韩光君本人啊，我一直都对演戏挺有兴趣的，而且呢，我还有自己的代表作呢。现在的王一博打算把更多精力放到演员这个角色上，作为他的主要发展方向。不得不说，红了就是不一样，好处多多啊。他顺利得到了和赵丽颖一同工作的机会，真是太棒了。这次合作对他来说意义重大，能够和赵丽颖这样的实力派演员合作，一定能够碰撞出更多的火花，让观众们看到更加精彩的表演。挺可惜的，这部剧改编后跟原来的剧本比，改动的有点大。这部剧男女主的感情戏删减了不少，真是挺可惜的。好多原本甜蜜、深情的部分都被砍掉了，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希望下次能看到更完整的版本，好好感受他们的爱情故事。赵丽颖的颜值也经常被大家议论纷纷，各有各的看法。毕竟她刚生完孩子那会儿，身体还没彻底恢复过来呢，她还在调整状态，需要点时间才能恢复到最佳。王一博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有些人觉得他的表现不如《陈情令》那会儿出彩，但咱的说，每个角色、每部作品都有他的独特之处，不能简单的比较，所以也别太在意这些，咱们就好好欣赏他的作品就好啦。他的演技确实引发了不少争议，主要是被批评为面瘫式表演。这种表演风格让人觉得表情单一，缺乏层次感。不过，每个人对演技的评判标准都不同，也许有些人会欣赏他这种独特的表演方式呢。《风起洛阳》这部剧也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。有人说他整个过程中脸上都是同一个表情，没啥变化，这眼神空洞无神，真的不太适合演少年角色啊。看起来缺少了点少年应有的活力和灵动。另外，原声台词也存在问题，声音含糊不清，整个表演过程中音调单调乏味，缺乏变化，听起来就像是同一个人从头到尾用一个调子说话，让人有些难以忍受。关于这些争议，王一博选择了沉默，没有给出任何回应。他勇敢地直面挑战，从未选择逃避。他之前就很清楚地表示过，他对表演这事儿特别有想法，有追求，是个有野心的人。走红1年后，他就给自己的事业来了个大变身，重新做了规划。他想要涉足电影领域，打算进军电影圈，追求更大的艺术舞台。王一博也有幸和一位大影帝一起拍戏，这机会真是难得啊。比起另一个人，梁朝伟不仅状态更棒，演技也是更胜一筹。真是没得说，他就是那个最亮眼的。他简直就是天生的电影明星脸，完全适合大屏幕。但说实话，
王一博在大银幕上的帅气感确实没那么突出了，他表情传达不到位，观众就很难感受到他的情感。这样一来，观众就无法深入理解他的内心世界和角色特点。所以，表情传达对于演员来说至关重要，必须努力练习和提升。可为啥非得把他跟那些老戏骨放在一起比呢？看过电影的都清楚，王一博这次真的进步挺大的。他的表演现在更有层次了，层次分明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。金鸡奖提名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认可啦，这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和才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和王一博合作过的人都对他赞不绝口，对他的表现非常认可。大佬于东一提起他，脸上就挂满了笑容，看上去心情特别好。长空之王的导演也是毫不吝啬地夸赞他，对他赞不绝口。王一博特别拼，自己主动钻研学习，对工作特别认真上心。我一直都把自己当作普通人，从不把自己当成什么大明星。当然啦，想要更符合角色的设定，就得更用心去揣摩和演绎。他开始了增肌计划，可能正因如此，有些人觉得他看起来胖了些。这部电影的票房成绩8.44亿元，只能算是中规中矩，勉强及格吧。这不过是王一博在电影领域的一次新尝试。去年他演的那部电影《热烈》啊，票房真的挺不错的，特可观，大家看的都很开心，反响热烈得很。虽然我们不能只看票房来评判一部电影的好坏，但票房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，它反映了观众对电影的认可程度和市场接受度。当然，除了票房，我们还应该关注电影的艺术价值、导演水平、演员表现等多个方面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只盯着票房数字，而是要全面、客观地评价一部电影。这里面其实能透露出好多信息呢。别看简单，但里头门道多得很，仔细琢磨一下就能明白很多东西。观众们现在愿意为王一博的电影掏腰包了。他已经成功转型了，现在完全是另一个模样。除了拍电影电视剧，大家提到王一博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街舞节目里的队长形象。他跳舞的样子真的很酷，大家都特别喜欢他当队长时的表现。综艺里，他每次都能拿出最棒的表现，真的超给力。在舞蹈界，他绝对是个闪耀的明星，特别亮眼。舞台靓丽又大方，表演鲜活充满力。作为队长，他不仅负责统领全局，还特别注重细节，真的非常细心，会一次次的给队员耐心指导，不断传授经验，真是个难得一见的好队长，特别有责任心。他真的是个很靠谱的领导，大家都很信任他。近几年，我们很少在片场之外看到他露面了。他似乎更加专注于工作，私下里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他突然间就不见了，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不过这对演员而言，确实是件挺不错的事情。王一博2次参加活动，我看他状态都不错，绝对是那种典型的内向型选手，挺爱人的。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他觉得自己太幸运了，能有机会去尝试和热爱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确实，他可不是个轻易动情的人。有了机会，我就会竭尽全力去做，不留遗憾。赛车，这玩意儿可是让人热血沸腾啊！他就像是一个风驰电掣的精灵，在赛道上尽情驰骋，简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赛车手们驾驶着赛车，就像是在和时间赛跑，每一秒都充满了紧张和刺激。这种速度和激情的碰撞，真是让人过瘾极了。也许大部分人都不晓得，他其实是个专业的赛车手呢。可能有些人觉得他在瞎搞，但能把事情做到最好，那也算是他的真本事了。2019年，
王一博还加入了一支车队，成为了车队的一员。他不仅在娱乐圈有着出色的表现，还在赛车领域展现了自己的风采。他骑车的样子简直太酷了，简直让人眼前一亮。王一博对自己的目标超级明确，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。他经历过那么多争议，早就懂得沉默是金了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易表露自己的想法，而是选择保持低调，让时间来证明一切。他不仅是电影里的才子，也是赛道上的飞驰者，更是舞台上的灵动舞者。他总是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，身份多变，却样样精通。看过王一博的经历，咱也能明白他咋在各领域都那么出彩。这小伙子真是不简单，哪儿都能看到他闪耀的身影。看到他如此坚持，就不难理解他为啥能成为乐华的顶梁柱了。他这种毅力，肯定为他在乐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看他那么清醒，以后的发展应该挺不错的，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今年26岁的王一博，真的是前途无量啊，让人非常期待他的未来。